聊一聊没烦恼，欢迎收听新的一集的聊一聊没烦恼。我是塔塔，我是丽。有关注我们的 social media 的人都应该知道，我们最近一直在 repost 一个你没有看过的 page 叫 Stranger Thing， 也是跟我们一起策划这个 event 的这两位 Kelvin 还有 Catherine。 耶！肯定要摆手了。我叫 Kelvin， 然后我是自己有一个品牌的创业公司叫高高 Group。Hi， 我是 Catherine。So， 我是 founder of Buttercup Club， 一个女性月经杯的品牌。8月1号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 Stranger Thing event， 就是给那种单身的人来交朋友的。我们不要讲 dating 啦，我们来交朋友的。主要是原因，因为我们跟 Kelvin 认识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要做接下来我们会看到的 merch。还有就是做我们的 logo，就是那个 Norms 的那个 merch。然后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在一个 cafe， 然后就聊天。我也不懂怎么聊到这么远去，很好笑耶，因为不懂怎么会聊到感情的东西，然后就讲到dating event 这个东西。我记得了，因为我们刚去一个 event， 然后我们就讲那个 event 很 awkward， 然后我们很讨厌很 intimidating 跟 awkward 的 event， 然后就讲到 dating event。然后他们就讲他们去过 dating event、social networking event， 然后也有朋友去过 dating event，然后他们就 share 他们的 experience， 都是蛮 awkward 一下。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在 Malaysia 是蛮常有这种 social networking 跟 dating events 的，只是他们好像一个很害羞不可以讲的 event 这样。之前我去的那个 event， 它是一个应该是交朋友的 event 吧，它没有注明说是一个一定要是 dating 的 event， 它只是说就是好朋友一起玩在一起这样的一个概念啦。所以当下的时候我进去就觉得很 interesting 这个 concept， 因为我觉得很像当你出来工作过后，你除了在你同事认识的朋友之外，你很难扩大你的交友圈。所以我觉得很 interesting， 我就去了。可是 sign up 全部东西 go through 了过后，我一进去他就讲说here's the food and here's the people you can mingle yourself 的然后就non-guided at all， no guided no anything。 然后我是 I 人呐，所以我去到这个场景我不懂要做什么，然后我以为过后会有一些 session， 可是到结束都是你自由发挥。就是你自己要认识人就认识人，你自己要坐在那边就坐在那边。然后你在那边几久？2个半小时。它其实就像是这个 studio 这样，你就进来而且它是坐在一个人的家，就是那边有40多个 stranger， 然后你就坐在那边，然后不同年龄层的人都有在，然后最小的我记得有一个是19岁的男生。都是 Malaysian 吗？大部分都是 Malaysian 来的。有参有 expect 啊，有2个外国人，看起来像是外国人啊，可是我没有去跟他们讲话，所以我不知道。你怎样 strike 你第一个 conversation？我并没有。等人来认领你。对，就是等人来 start a conversation。为什么那边的人都会去参加这个 event？ 我觉得可能是那个 poster 看得很 interesting， 然后人家觉得我就是去一个人的家，就是去认识朋友。我觉得可能大部分的人就想要认识朋友就去了，所以都是这样啦。可是我在那边认识了的人，大部分的人他们到最后我跟他们聊的时候，有几个他们讲说我们以为会有 something going on，可是我不知道原来到 the end 都没有东西。他们有一个 event agenda 这样子。没有。你们给多少钱？我忘记了我不确定有没有给钱，可是他也是没有讲你要带很多东西来的，可是我带食物去了，因为我觉得不好意思，就是去一个人的家，然后你什么都没有，就人家很奇怪。你不想两手粉粉样子，所以就带了食物去了。然后好彩我没有带食物，因为真的没有食物准备，什么都没有。然后是有卖酒啦那边，但他就每次会拉我一起去，但现在我开始觉得他是要我这个艺人来帮他搭那个桥，然后跟人家讲话。可是其实有时候我在这种event 我会比较害羞，会来不懂怎样跟他讲嗨，然后心跳会加速。对，然后可是这样我就看人家他们怎样讲嗨，因为通常人家会他们去这 event 的人，他们真的是他们就是很 clear 他们的 intention，就是要去认识人，他们就会过来，然后直接跟你讲嗨，然后就问你问题，然后你也就是很自然的会跟他们开始交流。但我就模仿他们就是对，然后我就讲，因为其实他们来的时候我没有觉得很抗拒，但我就觉得如果我用同样的方法去 approach 人，他们也不会觉得我很
很奇怪是什么，但我就帮 Kelvin， 他就在我旁边，我就讲嗨。通常这种 event 都会是2-3个小时，然后2-3个小时过后，我们2个上车就会很然后不想跟对方讲话了。可是我有看到越来越多这种 trend， 就是after COVID 了，我觉得，然后 after 2 years after COVID 有很多 online 的这种 connection 了过后，现在大家已经很 saturated with online 的东西，然后他们就要做这种 offline 的 events，which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这种 community gathering，所以那时候就听到他们的分享还有那个我们的 dating 的 events in Malaysia 也是，现在蛮常看到的，就是你来给一个 fee， 然后就 sign up， 然后他就是 conversation over like wine，女生会坐在一个这个定点，然后就会 rotate 男子，然后就介绍然后 what do you do on the weekend， 就是5分钟这样子，然后就一直 next and next。跟大家讲，一开始我们更 ambitious 了，一开始我们是要做300到500个人，然后我们还一直到处去 pitch 就讲哇 Coachella 啪打脸。毕竟他在 Malaysia 是一个还蛮不 common， 蛮新的一个现象，因为讲到 dating 可能就有很多 restriction 啊，所以可能 sponsors 也是很难进来，大家都会有 concern， 但是我们是打不死的蟑螂，我们还是觉得Let's just keep going。我们做 pilot， 对，我们做 pilot 比较小的，所以如果大家听到这边，你们有兴趣想要了解的话，你们可以去我们的 social media Strangers Think， 然后就是可以mark 你的 calendar， 8月1号，对，我们会有2个 slot， 就是早上跟晚上的 slot， 然后每一个 slot 呢会有40个人，就是20个男生，20个女生。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 concern 在任何的 dating 或者是 social networking event， 就是你很怕会遇到很 weird 的人，对，所以我们会这么早的去开放这个 sign up， 是因为我们要 screen through 我们的 profiles，我们要 make sure 我们知道你想要什么。 Let's say 如果你想要一个很幽默的男子，可是我们就给你一个很 boring 的男子，这样就不对了嘛，所以我们就要看你的 requirement， 再 pre-match 你，然后去给你去做 activities。 So that's why 我们的 setting 就是有点像是做 workshop， but 你是跟一个 stranger 做 workshop， 然后我们是先 pre-match 你们的，所以你在做 workshop 的时候你就没有这样尴尬，因为比如说你们一起做一个 art 的东西的时候，你们就可以用 art 来互相交流，你就不用硬要问你几岁啊，你现在你在做什么工啊，你平时喜欢做什么那种，你们不用用这种来交流的，你们就一起完成一个很好玩的 workshop。 然后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因为我跟每一个人讲讲到这个的时候他眼睛就会亮，就是什么呢？就是 free flow 的 sushi 就是我觉得很好笑，因为我每一次一提到讲有 free flow sushi 你要不要来，然后那个人就会好啊 OK， 因为至少如果你没有交到朋友的话，至少你可以有吃到好吃的食物，因为是 by Sin Stand 的，对，Sin Stand 邦萨的那一间，但是我们不能 review 太多，因为你要来到现场去体验，因为这是我们排了 event 如果做得好的话，然后真的是有人因为我们的 event 然后结婚的话，我们就可以有这个底气可以去 pitch 给大家了。是，所以讲到这边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这一集大概是会讲什么主题啊，就是 relationship。 然后我们收到还蛮多人问我们对母胎单身这一个的看法，就是母胎单身的意思就是从出生到你的年纪你都没有 the whole life， yeah the whole life。 这边没有人母胎单身吧？没有，是可能有一个很大的点就是他觉得他自己 undeserving of love 啦，这个是第一个点。either that or 他觉得他太 deserve love 了，他就 deserve 一个很 perfect 的人。会不会是因为他看太多韩剧跟台湾剧或者是那种 K drama， 他有一个很完美的 love story 在他的头脑，他很怕现实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要讲男生跟女生母胎单身有不同的原因OK， 我们问 Kelvin 如果你不想 step into 一个 relationship 是因为什么？很忙，可能他根本还没有 ready 说要去 step into a relationship， 然后大部分的如果是说年纪可能是已经是在工作上一直忙，他们不会想要 step into it， 然后觉得如果 in a relationship 他会抽空他的私人时间，他就没有自由。这是我的男生的，我们听一下女生啊。其实我身边有几个都是母胎单身的女生，对，然后我觉得其实他们条件是不错，这样有时候我想下，可能我觉得那个问题是在男生那边。这个就是男子跟女子的差别啊。OK， 为什么这个问题在男生那边？因为我的朋友都是situationship after situationship，然后都是到最后就是男生不想要 commit， 然后就浪费那个女生的时间，结果那个女生就要 go through， 都还没有在一个 relationship，就要 go through heartbreak， go through 这个所以我就觉得 like 如果男生你们不
要认真的话就不要了，浪费人家的时间。男子会觉得自己 not ready，女子会觉得因为没有人好，因为没有人 ready for 他。也是有一个点，其实就可以用 dating app， 可是还是很多人很怕用 dating app。这边你们有谁用过 dating app 的举手？OK， 我们3个都用过这个 Live。因为为什么你不用 dating app？因为我真的不是很喜欢 text， 因为我觉得它没有温度，然后我又看不到那个人的表情。So text 的时候，可能他是讲这一句话啦，可是我可能想象他的表情是不一样的，可能我就会误会啊。其实我蛮鼓励，如果母胎单身人可以尝试用 dating app， 可是要小心，就是要小心可能被 love scam 啊，还是要小心可能有一些是 fake account 啊这样子。就你们用 dating app 过后，你们觉得效果如何？效果就是很好笑吧？效果就有效果了，好笑。因为它可以 get to know people， 可是你就是真的是要精挑细选 filter out，真的是很好的人。会不会有骗人的？会啊，照片是其实我我中过很多 scammer， 我知道他们是 scammer 了，但我就 continue to check， 因为我看他要怎样骗我的钱还是什么。对，其实我会跟说他是一个中国人，可是我觉得他的我可能他照片不是他来的，因为我们有 voice note， 然后我很早已经知道他是 scammer 了，结果我就继续跟他谈天。Actually 我们好像谈了，这是几年前了。你知道他是 scammer， 很早知道为什么？我有叫他 send 照片给我，then 他就 send 回那个他 profile 同样的照片，then 我再叫他 send，then 他就讲他是在云顶做工。然后他讲他是做那种 IT department， 然后他们管很严，他住宿舍，然后他们有控制他电话，还有什么，但他不可以乱拍照什么鬼。但我知道他是 scammer，but actually out of curiosity， 我就继续跟他聊天。然后我们就，你知道他还会 call 我，他 call 你跟你讲什么？对，你知道他叫我宝贝。那时候我有一直 send 给我朋友，然后就是我记得有一天是我在家，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要煮东西吃，然后我好像 something about dinner，然后我不知道要煮什么，然后我跟他讲我有包菜 something like that，然后他就很 concern， 他讲你会煮吗 ？call 我，然后跟我讲你会煮吗？然后教我怎样煮包菜。可是他是有 accent 的，他对，他是 Chinese accent， 所以是很。我快sure是中国人，我不懂他是什么样子的。他教你怎样煮包菜，还要 show 到他很贴心这样啦。对，所以我就我要看你的 game 是什么了。其实我忘记讲收场，我觉得我好像是闷了，然后我就讲他是骗子，然后我一直讲他，讲到烦了。What？ 你也太得空了吧？对，我就是说几久啊，这个东西可能有1个星期吧。1个星期 OK。因为我觉得他们是玩那种 long game， 就是那种被骗钱那种，是真的是。然后我没有那个耐心哦，我一开始他真的是叫我宝贝。你没有 video call 他咩？你没有 request 我 video call 啊？我不记得了。因为可能我自己也是怕我的样子给他看到。是咯。我有叫他 send， 我不记得，我没有 send 他照片，可是我会 send 他日常照。就是你吃什么啊？就是 try to 看他会讲什么了。然后有一次我在云顶，然后还在，然后我在这边，然后我就讲你来啊，我们来见面啊。然后他又讲装到他很忙这样。Oh my god！ 你们等下你1个星期也发生太多事，又叫你煮包菜，是这样可能比1个星期多一点吧。我记得没有很久，因为那个是很多年前的事哦。我要讲 dating app 还是有 success stories 的，因为我有朋友也是从 dating app 那边，然后就认识到外国人，然后他们现在结婚了，happily ever after。我也是有朋友这样子啦。我自己有一段时间真是很 active on dating app 然后我真是 meet 到很多不同的男子。可能我自己也本身也是很怕进那个 commitment 啦，但是还是有真的好的男生的，我觉得。可是我就要讲，我有一个朋友，她是比较年长的，她是50岁的女生。OK， 然后她也是一样中 love scam。所以大家要小心。她是 very religious 的啦。说这个 scammer 他就有 send 她照片，他就跟她讲 ，OK， 今天我 pray for 你 good health， 我 pray for 你的。然后他就讲 Let's take 5 minutes. Let's pray together. 他还是有关心他，然后我这个朋友就跟我讲他真的是 in love， 他是母胎单身啊，所以他就讲他只是想要有一个人跟他聊天，这个人就每天陪他聊天，讲话讲了半年，然后他就开始讲他的生意上需要资金，他 ready to 给他这个钱了，然后我们就讲 hold up， 给我们看他的照片，哇，他照片洗被 Photoshop 了。他就是那个人可能是在那个 cruise 上面，可是他的有 outline of 那个人的。Oh my god！ 他 did very bad job。然后
有一次哦，他就 send message， 然后那个 message 上面有一个 forward， 可是 scammer 就有讲 So what should I reply her now？ 啊 Yeah， 哦，所以他们是一个组织来的，他 send 错了，他们是一个 group 来的， Damn 他们是一个 group， 然后他们有每天这样的散播。它有一点像那种 gambling site 的那种 scam， 就是背后有一 team 人是在做这个东西，然后真的是有人骗到钱的。Imagine 一个母胎单身50年，突然间有一个人关心你，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就想到其实很多人很 lonely， 然后好像我们之前是做不同的 events 哦，就发现到有人是很常自己一个人来，或是他们扫没进，他们就讲他们只是想要有人跟他们一起 share 食物，但是我们就有这个念头 ，OK，why not 我们就 make 一个 event， 然后可以做朋友。这样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将踏出那一步谈恋爱了this is something supernatural to 小学哦，你小学你就谈恋爱哦，这么你正确。小学的时候就已经很喜欢班上的人了。然后你就牵手了Oh my god！ 然后他就讲我们是 best friend， 那时没有讲是 girlfriend boyfriend 啊，就 best friend 吧。然后看到他跟别的女生 I like you 这样子miss you 这样子小学就 miss 了然后每天就很期待去学校，因为要跟他牵手。Oh my god！ Then 如果他跟别的女子牵手大爆发。你讲爆发，你骂他？我就跟他讲，你不会跟他牵手。你小学是几岁？6年级，12岁啦，12岁。哇，不太好啦，12岁的妹妹不要学。是那个男的牵还是女？是男的牵呐。是啊，不一定啊。以前小时候就有那种 camp activity 啊，去3天2夜在学校这样子，然后那个男子就会保护你，因为黑要走进江歌嘛。真的我可以。这样做 activity 的吗？就是真的有小学的时候，然后他就要保护你，因为要进去江歌 tracking 啊，然后他就这样子过后他就开始牵我的手，我就不噜。我中学有一个3个月罢了，我也忘记为什么我们分手吧，没有什么东西啊，就暗恋了很久，然后就在一起这样，然后就大学就一个男朋友，然后过后就单身7年。当他们发现我單身的时候，就会问 Oh my gosh, Catherine, why are you single? You're so pretty, you're so funny. If I'm straight, I will date you. 然后我就来OK。所以为什么你觉得你单身？for 7年没有遇到其实就有遇到，可能就是来那种crush， 然后就从远远这样欣赏哇这样。可是你会 take initiative 什么？那时候我没有Would you settle for less？ 几 less？ 你的 OK， 你的 bare minimum 是什么？我不可以很明确的讲我要什么，可以是我蛮 sure 我不要什么。 OK， 你不要什么？就是我不要那种小气的男生啊，然后就不 supportive 不 adventurous， 什么事情都要吵那种，然后没有什么大志，对，所以我很多东西我不要，所以就变到，但我就在想我要什么，我就一下子想不到。But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single life？ 我觉得很爽，就是一直很多人要介绍。刚才我跟我妈妈去收纳的时候，遇到一个人的安迪，然后他发现我单身，他也要介绍他的儿子给我，然后我就在那边笑。我觉得我现在 OK 了，所以我就算了，不要浪费我时间。我觉得因为你要找到 someone that's worthy to sacrifice 你的 peace of being like free and single。像 Kelvin 呢，你什么时候第一次发现到有一个恋爱的感觉？30岁really？ 可能有踏出第一步，也被 reject 过，然后就是没有层次。Of course， 就像刚才讲的 dating app，手指的速度每天都在刷，然后就很累，然后有可能一天的 dating 可能是从早上排到晚上，就像我现在的工作这样，就是可能一天有3场 back to back dating。 Oh my god， 怎样 breakfast lunch dinner， 哇！可是到最后还是就是所以就等到好像30岁的时候才有正式的那个是一个 like 心动的感觉啦，它不是 like 他 meet 我的 requirement 这样。那个是被搭讪被主动搭讪，所以就是那个也不是在 online， 是线下的事情发生，现实生活认识的。对，我以为我是最迟的那一个，因为我是24岁。23还是24才开始你们小学的时候没有喜欢人的吗？不是喜欢和跟谈恋爱不一样你喜欢一定很喜欢的人，可是要主动 confess， 然后有发生牵手，可能 official 牵手是那个没有人追耶，真的没有。
是不是那种 Valentine's Day 我 receive 的是 friendship card 然后人家是 like 那种男生like 好像那种 interact club 6 club 他们会 like organize 那种 friendship day 可是然后我就是 very bright kid 啊，还是你小时候是怎样的 kid？ 好笑啊啊，那种好笑的女生都 attract 了吧？他也是好笑啊。这样你们觉得在一个 relationship 里面the biggest red flag 是什么？我觉得controlling， 我真的很不喜欢 controlling 因为好像 controlling 到那种很细的细节，也要 control 来你几次，你怎么没有秒回我的 message 啊？你的穿着啊那种，我觉得 too much 啊，或者是我去一个地方怎么没有报备啊？是如果你想他是为了你的 safety 而问的嘞？OK 可以啊，我可以妥协。可是我觉得 controlling 跟为了你的 safety 是不同的东西，然后他们 controlling 然后他跟你讲我是为了你好然后这个就是 red flag 对，我觉得我蛮容易被操控。如果吵架的时候他每次用一种就是来指责你某样东西可是他自己双标应该是他就是在做这个东西然后讲你做的不好可是他就是在做这个他还是那个不好的更加更上一层楼所以我就来然后你就会这么你又可以啊对所以这种我觉得来哇我觉得最大的 red flag 对我来讲应该是不沟通的吧对他就很多东西就收着然后他就跟你讲I'm not lying you didn't ask 哇这种是然后你问他的时候他就讲I don't think it's important 啊就讲 she's just a friend 这样是会长期处于一个冷战状况嘛如果是因为有一些人他会觉得在一起不一定是要聊天你可以只是陪伴 OK 这个是 something that I wouldn't want in my relationship 这样这算是 settle 吗I don't know maybe 他是有不同的不是吧他可能不觉得那个是一个问题因为可能有一些人他就不喜欢跟他的 partner 讲他的 problem 或者是他的 issues 可是我觉得他们两个觉得没有问题的对他不觉得有问题我觉得你只要见的东西越多你就会慢慢越来越发现到你的 relationship 是有问题的因为如果这个女生男生他 discover more 了过后可是他的 partner 还停留在原地的话他就觉得我们已经不同的对啊所以 relationship 其实要沟通沟通跟经营吧他没有来一拍即合的东西吧对啊其实我们 encourage 大家可以去不同的 date 的你不一定要在一起可是可以去不同的 date 认识不同的人你就会发现maybe you don't know what you want but you very sure what you don't want 好像有一些人他们可能跟这个人在一起9年了然后没有结婚可是下一个在一起3个月就结婚了因为这个 in 这个3个月他已经 get 到这9年没有 get 到的东西这样我想问一下你们是从小就会想要结婚的吗小的时候有过后长大过后就被社会毒打过后就觉得没有结婚没关系就是 I rather not be in a marriage than being in a marriage with the wrong person我认同同样的感觉没有因为很可怕我觉得现在结婚是因为就有可是我一个这样讲不 commitment 是很好我也觉得还是有朋友是 happily married 的啦现在有很多不同的 quotes 啦你知道吗就是 finding the right person 还是 find the person that make him right 因为这个一直近年来一直在讨论的就是你不要一直等到那个 perfect one why not 现在我们在一起然后我们就探讨一起怎样去找到一起磨合一起的 ideal 的 relationship 可是它也要有一些特质是 the right 的东西sorry 听话我很讨厌听话我喜欢 bad boy 我喜欢玩屁因为现在好像找到那个 person 然后你愿意吗跟我一起走这个 journey 然后我们一起 make 对方是 the right person 这个很像去考试这样我觉得刚才你那个问题我会比较倾向于的第一个因为 finding the right person 因为第二个听起来就是改变他而且改变人这种东西很难做你改变了你就是把这个人你本来不喜欢他的没有关系我跟你在一起先然后慢慢就能控制他改变他然后就觉得来就这样的话就很像不是他了我觉得我要跟一个会让我要想为他变好的人变好的人然后我觉得 provider 你不是 toxic 的啦然后你也不是 bad minimum 嘛然后我就想你然后我就讲 OK like you are the one let's do this then 我们就来一起经营那个 relationship 我有听到一个 podcast 他就讲她跟她老公结婚之前她就有讲我们不可以要有小孩子的promise 然后这个老公就跟他的 brothers 出去了过后 brothers 有 baby 然后这个老公就回家就讲他讲有没有想过可能以后我们会有自己的 baby 然后我们可以有一个 cute 的
然后这个老婆就发癫了，他就讲你如果你真的想清楚要的话，我们要离婚。然后呢，这个老公就 OK 不要了。然后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女子开始内耗她就觉得是以后她的 brother 带着一个2岁很 cute baby 然后她没有，她还在去讲旅行跑车吧，所以她就跟他生了孩子，那她就很不快乐。会变的你看人你在 relationship 里面，你一开始答应我们讲这个怎样怎样，我们只是要去旅行嘛的，那突然间你讲要 family 这样我怎样 catch up to 这个 change 呢？所以我就觉得sorry 所以我就觉得你 as in a relationship 你要一直 communicate， 就是 check in 你知道吗？你看到别的孩子你会觉得怎样？这样你会将就没有？不会，我觉得我会分手。OK， 这你觉得你可以 compromise 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你可以愿意去妥协的东西。没有 I mean 分手I mean 在一个 relationship 里面多多少少你都需要妥协一些东西的嘛。是啦，确实是有啦。我不懂我可以 tolerate 什么，可是我很确定我不可以 tolerate 一个东西，因为是 based on 我的 past experiences。因为我有一个 ex 跟我讲过，他跟我讲你不用做工那么辛苦的，因为你以后也是会回家煮饭还有做邻居。Oh my gosh， 什么年代啊？这个很……然后我就跟他讲you're joking right？ 很大男人主义吧。他就讲No, it's true because that's what my mother does。我觉得如果有关于到要改变我的人的话，我觉得不可以 compromise 但是小事可以啦。OK， 小事来。对啊，叫我卖掉我的车 OK 哦。为什么要卖掉？不知道。买一个更贵的给你。你们呢？你们有没有什么 like worst date experience？ 没有 worst date， 可是有一个蛮好笑，就是我第一次被人家追，因为就是那时候是几岁？20岁，然后说我从小学到中学都是没有人追的那种。Then 我20岁的时候，我跟我弟弟就去了一个 cafe 做工，然后那时候在 cafe 呢，他楼上就是他的 office， 然后我们就是在楼下做 staff log。然后有一天就是情人节，然后我跟我弟那天晚上就是有做工，然后就是他们就有那种情人节那种 set meal 那些，但我们就在那边 serve， 然后呢就有这个 office 的男生，他通常他们 after office hours 他们就会回去了的，然后他还在那边，然后那时候我刚刚做工差不多那种几个星期吧，然后我跟他还蛮聊得来的，然后他就在那边。然后他在那边一整天到我们 closing which is like 可能11点多12点他还在那边，然后通常 closing 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唱歌啊，就是 play 你们喜欢的 music， 然后在那边唱歌在那边扫地，然后他就还在那边，然后我跟我弟弟在那边乱然后呢他突然间我就想突然你在这边，那时候在门口那边有一个 platform 这样子，一个那种 plastic 的 baby 在那边，然后我就看到我弟弟也站在那边，我们两个是什么来的，然后那男的就在那边，我就讲 Oh my gosh customer low 了我的弟弟就听到，然后那个男的就小小声讲 It's for you， 然后我听不到然后我的弟弟就听到，他就在那边 Oh my god， 他就笑很大声，然后就跑掉了，他就哇然后我就来什么鬼什么你，然后我就在来我不知道什么事情，过后那个男的就讲 It's for you Oh my god， 然后我就你喜欢那个男生没有？主要是他我没有，因为就是真的跟他很聊得来，然后他就以为我喜欢他，然后我也没有追到，完全没有 feel 到。OK， 然后过底下我就来，thank you， 他就问我来这个星期你要不要一起去 dinner？ 然后我就讲，我这星期不可以，因为我有 family dinner。然后我就笑出来，我讲OK， 来听起来好像我在来讲 no，but actually 我是真的有 dinner。然后他就讲OK， 这样我们再约。然后我讲OK。然后我回去过后，我想一下，然后我就写了一个很长的 text， 然后跟他讲，我就没有来，我就讲sorry， 我可能不小心 lead you on 了这样子啦。然后过后就有一点尴尬咯，他就从此以后没有下来，我就没有在 office 了。然后那时候因为我新来嘛，我就以为他是每次会下来跟全部人聊天的，但其实他每次下来是因为你那时候我不知道 Oh my god， 因为我没有人追过嘛，我那一招是怎样的？所以为什么你不喜欢他？不是不喜欢他，是就刚好没有喜欢到然后突然间才发现原来他喜欢我。就是那一次我就是第一次收到有人追然后送花这样，然后我弟弟就笑到很大声。我跟大家讲一个 tips， 就是你们的 first date 就做一个 lunch 就好，因为 lunch 过后你就可以讲你有 meeting， 如果不好的话你就可以讲你有，因为 dinner 吃完 dinner 就已经9点10点了，不可能有 meeting 了嘛，你就 escape 不到，他就跟你讲要不要 second round，
去吃 dessert 或者是还是去喝酒，你就很难当下拒绝，因为很多东西是你去 first date 过后你才知道有没有 second round 的嘛。因为 first date 如果很喜欢他的话，你就很期望有 second round。可是如果 lunch 你还有这个 space 可以这样子做，所以大家记得做 lunch，不然你不喜欢就讲I have to take a call 然后你就可以走掉了，就不用去跟他去 second round 了。以前小时候我很巧的嘞，因为我们知道，因为我以前超喜欢去朋友的 birthday event 啊，因为每次以前小时候听说都会在那边找到男朋友。所以我就一直去了，胡乱去了，谁的 friend 的 friend 的 birthday 我就去。通常 first date 我觉得很简单的，就是 like get to know each other， so 可以是 dinner lunch 或者是 like coffee in the park 啊，就是一个让我认识他的，然后过后的 date 就比较 creative，就 OK。如果那个男子啊，第一个 date 他就跟你讲 let's go out 啊，然后你就问他去哪里，他讲 don't know you plan 啊，你会 off 吗？会，以前可能不会，以前就是因为要找男朋友，然后我就想let's what about you， 对，现在他这样子啊，我就 like 算了咯，忘记了咯。But let's say 如果有一个人讲first date 好像去跟丁 theme park， 我也是 OK 的。我应该除了 ideal first date， 我刚才你还有另外一个想讲啊，因为我觉得就是来你去过不同的 dating， 然后站在男生的 perspective， 就是有一部分的男生，特别是在 dating， 其实是有一定的很怕这件事情的。为什么？因为我试过，因为我不是一个很擅长讲话的人，所以当去到 dating 什么时候 event 是真的会去。我不懂你们有没有做过，可能你们没有做过。Google what to Oh my god， what to talk at the first date， 还是什么？我也试过问我的就你不懂要讲什么，可是就是就是这一个要找什么，因为有时候以前看 Google 还讲说你可以问这个，这样你可以知道什么东西。可是真的会去 for 我真的不太擅长讲话，I mean 我是 part of it 啦，就我觉得first date 如果是在之前聊，就算是聊得很好，那一个 date 就像是 judgment day，感觉上啦，他会有一定的压力，对男生就觉得you are like 就很像是去我是歌手，然后你就是在那边看他会不会转身，就那个压力其实是很可怕的。可能你是一路顺风顺水，所以你没有关系，可是在男生就然后就是会怕不懂会是然后会 perform 的不好，对，所以就不懂要怎样 strike a conversation 或者什么。unless 那个人真的是either他的职业就是一个 speaker，或者是他就是一直跟人家沟通的，不然的话大部分的职业沟通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这个是 as 的另外一 side of the story 啦，我想到这是 OK 啦，是择偶条件啦，可能有一些女生会觉得这个蛮 cute 的，这证明他很重视。但是我们的 event 就是不会让你这样子就是要做一些 workshop，让你有那个 break the ice。 对，希望给大家知道我们准备的 workshop 是不会很 force 一定逼你要去讲话，但是你们可以 through activity 会 guided by 我们的vendor 的 facilitator， 让你spark 一些 conversation。 不想跟他讲话你就做你手上的东西不要怕是 one to one 啦，因为是 in a group setting。 然后当然你们也是会有很多 free and easy 的 time， 比如说你吃出去的时候你可以跟你想要聊天的人聊天，觉得大家就不要抱着一个 intention 讲我一定会bring home a girlfriend or boyfriend。 不用了，就是认识朋友。对，因为好像刚才 Kelvin 一开始也是有讲的，他会去 event 也是因为在工作上就很难遇到人。对，open mind open heart， 因为我觉得可能你习惯了你圈子里面的人过后可能你就找不到你圈子以外的人，所以 maybe 你来这个 event 你可以认识到你圈子以外的人，然后可能也可以开阔你的视野，不同的 perspective。 你们可以留意我们的 IG at strangers think， 看到我们的update from there 啦。对，然后记得是8月1号星期六来的，可以来啊。好，这样希望在8月1号可以见到大家啦。谢谢你们收听。好的，我们下一集聊一聊，没烦恼，再见，拜拜。